日本摊牌，美国也不装了。一天之内2个危险动作，解放军有言在先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日本摊牌，美国也不装了。这件事，日本居然真的干了。数天前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宣布，日本政府计划采购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，以作为拥有所谓反击能力的装备。这条新闻其实很简短，包括说岸田文雄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都没有细说这次采购，原因很简单，两人都知道日本此举的敏感性，所以刻意保持低调，对采买的详情讳莫如深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07年攻打叙利亚的时候，都曾使用过战斧巡航导弹，所以这款武器是充斥着进攻属性的，与日本的和平宪法存在根本性的冲突。那日本采购战斧导弹是要干什么呢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我想地球人都知道，主要就是针对中国，顺便把周边一些邻居也震慑一遍。具体来说，又有2个聚焦点，一个是中日存在的争议问题，另一个则是台海。前段时间，日本有人搞了个兵棋推演，模拟的就是台海出现冲突，美日联军共同对抗解放军，战局会如何演变？这其实就能看出来，日本恢复军事能力，包括说美国愿意给日本解除限制，卖给日本之前不肯松口的战斧导弹，其目的就是让日本帮助美国在台海这个问题上跟中国对抗。现在岸田政府公然宣布采购400枚战斧导弹，其实就是在向我们摊牌。我们必须引起重视，立即评估400枚战斧导弹的威胁，并制定摧毁方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日本向我们摊牌的时候，另一边的美国也不装了。几乎是同一时刻，美国在台海也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，军机穿航台湾海峡。在美国军机携带记者闯南海后，美国 P-8A 巡逻机又来了，穿航我国台湾海峡，然后还公开炒作，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记得上一次美国军机闯南海被解放军战机驱离后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总统拜登先后抱怨说，中国不接五角大楼电话了，俨然一副受害者的模样。但从美国这一行动来看，是装都不装了，明摆着就是来搞事情的。对美国这样的行为，东部战区早就有言在先，这次也同样发出警告，美方行为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，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。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这话其实不仅仅是说给美国听的，日本更得想清楚，走上军事化道路会给自己带来什么。我总觉得美国和日本这次在同一天做了这2个危险的动作，大概率不是什么巧合，而是刻意安排的。不说别的，日本能否购进战斧巡航导弹，说到底还得看美国的脸色。所以这次美日的小动作，可能就是中美交锋背景下，美国联合日本对我们的一次挑衅。当然，在我们看来，不管美国和日本是蓄意谋划还是纯属巧合，他们的军事意图都是很清楚的。所以，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择，我们必须做到寸土必争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